沈家通敌叛国，即刻满门抄斩！我沈家世代忠良，冤枉啊！不，没想到我一个农学博士，居然穿书成了侯府嫡女。小姐您醒啦！前院正大摆宴席，祝贺大少爷奉密旨回京，就差您过去了。密旨回京？那不过是太子和首辅携手布下的局。等那份伪造的通敌信件进京，镇北侯府的下场只有满门抄斩。那二叔一家现在在干什么？二爷刚才说喝多了，说是要回后院醒酒。这是要偷兵符给太子做投名状啊！春桃啊，去准备个小火炉和曼陀罗花，等会儿我们去抓家贼。爹，太子殿下可是承诺了，只要咱们把镇北军的半块兵符偷出去交给他，等沈家一倒，这侯爷的爵位就是爹您的了啊！闭嘴，小声点啊！大哥那个蠢货，还真以为皇上召那小畜生回京是要受到重用，殊不知哪有什么密旨，那不过是太子殿下布下的假饵。沈家眼看着就要满门抄斩了，咱们二房可不能跟着陪葬。果然在这里了。走，赶紧出府去动工了。二叔这么晚了，是想去哪儿啊？沈之夏，你个病秧子，大半夜发什么疯啊？不过你既然看到了，那就别怪二叔。你生了什么鬼东？春桃呀，把他们绑结实了，全锁进地窖里吧。接下来我就要正式夺走管家大权了吗？大小姐，夜深风寒，大小姐怎么到这儿来了？前院还在饮宴，侯爷吩咐过。把门打开。大小姐，没有侯爷的对牌和命令，这库房大门谁也不能开。我再说一遍，开门。这是二夫人的管家钥匙。二房勾结外敌，意图盗取兵符，已经被我拿下，关进地窖了。现在侯府内院我说了算，把这封帖撕了，开门。不敢开是吧？那我就自己来。所有人听令，把库内的古董字画全部装箱，从后门偷偷运走变现。大小姐，这可是咱们侯府的百年基业呀！你这是要干什么？我要救命，救全府的命啊！现在就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不许惊动侯爷。凡有不从、泄密者，二房那3个废人就是你们的下场。把钱留着，7天后只会成为被抄家充公的死物。只有换成能够武装全家的战略物资，才是活路。相爷，镇北侯府那边有异动，我们安插在侯府周围的引线发现，昨夜子时过后，侯府后门有大量马车悄悄驶出，车辙极深，看样子运送了极重的紫檀产。沈家这是察觉了。相爷，我们要不要直接派人把那些马车截下来呢？蠢货！太子殿下的大网还没完全收拢，现在动兵岂不是打草惊蛇，逼着沈烈那头猛虎狗急跳墙？那沈烈不过是个只懂打仗的莽夫，绝无这般敏锐，多半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想变卖家产平点烂账。不过既已进了老夫的笼子，一根拔下的鸟毛都休想飞出去。传老夫的口谕，京城各个商会当铺钱庄，谁敢收沈家1分钱的产业，老夫就让他抄家灭族。是。大小姐，不好了，出大事了呀！慌什么？把气喘匀了说。
昨夜运出去的古董字画、金银珠宝，今早全都被退回来了。原因是首府赵大人，他给全京城的商会下达了死命令，谁敢收咱们沈家1分钱的产业，就要抄家灭族。赵渊啊，赵渊，你不愧是大周第一权臣，嗅觉果然敏锐。可惜你遇到了我。大小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京城的明面商路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明面上的商路封死了，那暗地里的呢？你是说赵渊能管得住那些遵纪守法的商贾？他管得住那些刀口舔血的亡命徒吗？备车，去鬼市。大小姐不可呀！那鬼市全都是杀人越货的暴徒，您一个千金之躯，进去就是羊入虎口啊！羊入虎口呢？那也要看这只羊的手里到底捏着多大的筹码。大少爷，您的刀可真亮，这回皇上密旨召您回来，肯定是要委以重任了啊！以往这个时辰，后院组就该有丫鬟婆婆们走动的声音，可今天为何如此安静？走，看看大小姐在干什么吧。大少爷，后院现在全封了，大小姐吩咐过，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连侯爷那边都瞒着呢。什么？夏儿，她这副打扮是要去哪儿呢？不行，我得跟上去看看。夏儿这是疯了吗？来这地方干什么？你在车上等我，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进去。大小姐，你千万当心啊！敢碰夏儿一根头发，我立马把你们全劈了！小娘子，走错地方了吧？带我去见你们这儿最大的走私头子，耽误了一笔100万两白银的大买卖，你们几个的脑袋加起来都不够赔的。您里面请，我带您去见黑爷。沈大小姐，您的胆子不小啊！首府大人可是刚刚下了死命令，谁敢收你们沈家的东西，就要抄家灭族。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是想拉着我一起陪葬呢？赵渊的死命令只能管得住阳光底下的废物，黑爷若是怕死，就不会垄断京城到京口的30%走私废额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镇北侯府在京城最繁华地段的12处铺没，以及城外5000亩良田的祖传地契，按照市价，价值300万两白银。把侯府的祖传地契全卖了，那是父亲拼了半辈子命才攒下的家业啊！妹妹这是彻底疯了吗？首府封杀，这些东西现在就是废纸。不过，既然沈大小姐急着用钱，我黑爷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出10万两白银，全收了。这就当是交个朋友。我不要白银，我要5艘停在京口、满载状态、随时可以出海的重型海船，外加10万两黄金。少1分，我就立刻把这些地契烧了，让你1文钱的便宜都占不到。艘重型海船，10万两黄金，你是在抢劫吗？这叫风险溢价。赵渊的封杀令虽然狠，但一旦过了风头，这些地契的价值就会回到300万两。黑爷，我用200万两的利润买你手里的5艘黑船和10万两黄金，这笔账3岁小孩都会算。我要的是现货，3天内见不到船和黄金，地契作废。阿娇，你到底知道了什么？大小姐神机妙算，黑爷的黄金真的送到了。有了这些金子，咱们就算是去黑市买最顶级的金丝软甲，雇佣天下第一流的死士，也能保侯府周全了。买软甲，雇死士。大周禁军有10万人，首府私兵有3万人。你就算买100件金丝软甲，7天后能在万人大阵里扛几刀？去，拿着金子，按着上面的东西，给我全城扫货。记住，要快，要在首府的眼线反应过来之前，把东西全部运进城外的秘密货盾里。大小姐，您确定没写错呢？全城的冰灶，南城的烟花坊，
还有铁矿废债呀！我的大小姐呀！咱们命都快没了，你拿着10万两救命的黄金，不去买保命的兵器，去买全城的冰窖干什么？还有那些铁匠铺倒掉的发质，那都是连叫花子都不捡的垃圾呀！你眼里的垃圾，在我眼里，是能把大周朝堂炸得灰飞烟灭的真理。大周冷兵器时代，没人懂什么是化学反应。1硝2硫3木炭，纯净硝石配上廉价硫磺，再加上提纯的废铁矿渣，就是最恐怖的破甲大杀器。不该问的别问。从现在起，停止一切常规防御思维。7天后的屠刀，普通的盾牌挡不住。我要给他们准备的是降维打击。10倍的黄金，快，连夜把所有硫磺搬空！花重金买发招，这买家莫不是个疯子？科技树的萌芽，就在这死寂般的暗夜中，悄然生根发芽。1000两黄金，买你这里所有的铁匠和10个时辰的死命。哪儿来的黄毛丫头？拿着你的臭钱滚出去！老子这辈子只给看得上的人打铁，不给不知死活的疯子当狗。看不上眼吗？你们这种靠人力锤打出来的破铜烂铁，确实入不了我的眼。你打一辈子铁，连真正的钢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也敢自称铁匠呢？你放屁！老子打的刀能一刀斩断大周禁军的志士长矛。这是什么炉子？为什么进风口要建在下面？还有这炉壁的弧度，这叫高炉，通过底部预热空气强制鼓风，能让炉温达到你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极致。按照这个图纸建炉，不需要你们耗费体力千锤百锤，只要将铁水里的杂质燃烧掉，一炉就能出产成吨的金刚。那种钢能像切豆腐一样切断你手里引以为傲的刀。大师，活神仙，只要您肯教我这图纸上的神技，老朽以及这铺子里80个弟兄，以后全听您的。大少爷，闭嘴！小事，硫磺、铁矿渣，还有这黑市的铁匠。沈之下，你买这些制造火药和兵器的违禁品，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夏儿，你到底受了什么刺激？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哥，我若不买这些违禁品，5天后我们连死罪都判得不够痛快。你说什么？你以为你奉的是掌权者的密旨？你以为沈家胜券正浓？哥，你看看外面的天色，大周建国100年，哪有密旨是不盖玉玺不走内阁？深夜有几个面生的太监偷偷送进府的，你不过是太子和首府案板上的一块肉，被一块名为皇恩的独耳乖乖骗回了京城的死局里。不可能！父亲昨日还进宫谢恩，皇上明明……皇后现在还在御花园赏花听曲，连你回京了都不知道。首府的3万私兵昨天已经完成了京城外围的布防，你信不信？只要你现在敢踏出京城大门一步，立刻就会被万箭穿心。刀已经架在沈家360口人的脖子上了，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用大周的律法来审判我，而是拔出你的刀，跟我走。你要买死士，来错地方了。这里的都是些病鬼，拿不动刀的。谁说我要买死士了？这些全要了。好嘞，好嘞，贵人真是活菩萨啊！
你疯了！花重金买一堆将死之人干什么？他们连路都走不动。你眼里的将死之人，是我眼里无价的火种。指甲边缘有长期被酸性物质腐蚀的痕迹，这是大周最好的火药工人，双手虎口磨平，食指指节粗大，这是极其罕见的精密击过师。还有那几个老者，看他们的小腿肌肉萎缩程度和脚底的泥垢，绝对是精通水路和土壤改良的顶级老农。大周的权贵只认四书五经和武力，把这些拥有真正硬核技术的人视为下贱的蝼蚁，折磨致死。5天后，当我们被流放至蛮荒绝地，真正能让我们活下去，甚至建立上降维打击壁垒的，不是那些只会吟诗作对的门客，而是这些懂冶炼、懂火药、懂农业的贱民。把他们秘密运回侯府地窖，用生理盐水和抗生素给他们吊命。简直是反了！老夫乃大周开国侯爵，圣上钦点的大都督。你们是哪个营的兵？敢为老夫的府邸不要脑袋了吗？侯爷息怒，昨夜京城进了刺客，意图不轨，卑职奉太子殿下口谕，特调东宫卫队来保护侯府安全。从现在起，侯府连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保护？你拿重型连弩指着老夫的大门叫保护？滚开！老夫现在就要进宫面圣。爹，别冲动。如果是皇上降罪，来为府的必然是御林军和禁军，可现在外面站着的是太子的私人武装，这说明皇上现在还在后宫赏花，根本不知情。这就是太子和首辅私自之下的一张死网。爹，夏儿说的是真的，刀真的已经架在脖子上了。夏儿，你算准了！太子的东宫卫队把我们围死了，我们出不去了！慌什么？他不敢动用正规禁军，只能调派私人卫队。这恰恰说明，这只是一种物理锁死，他的政治审批流程还没有走完。可物资怎么办？这几天我们花了几百万两白银，买空了全城的硝石硫磺和种子，全堆在城外的秘密货柱上。现在侯府被围得像铁桶一样，我们连个人都出不去，那些物资怎么运往南荒？大门被堵死了，那就走地下。这几天，你们真以为我只是在疯狂花钱买破烂吗？各位，吊命的药已经给你们用过了。现在是你们向我证明你们剩余价值的时候了。我要你们在2天内把这口井的底部打穿，截引护龙河的水流。截引护城河，打穿井底。夏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在太子的眼皮子底下用流体力学，把大周半构井城的工业基地悄无声息地搬空。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老夫为大周镇守北境30年，引兵卧雪，九死一生，如今竟然被一群黄口小儿像关狗一样圈禁在自己的府邸里。太子这是要绝我沈家的生路啊！太子狗贼想困死我沈家，只要砸穿这层岩壁，子定要带全家杀出一条生路。大小姐，暗道已经挖到了护城河的内壁边缘，但是老朽不敢再挖了。护城河水压极大，一旦直接凿穿内……谁说我们要直接凿穿它？莫老，准备好的金刚管和橡胶密封道拿出来。这叫虹吸原理。哥，接管。密封，抽气。
统领大人，这沈老侯爷还在里面骂娘呢，嗓门真够大的。由他骂，太子殿下有令，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死死钉在这座宅子里。门外的东宫卫队以为沈家插翅挠逃，连只鸟都飞不出去，里面的粮食撑不了几天。等5天后早朝一过，圣旨一下，咱们就进去收尸。第2批火药原料，起运。硫磺和硝石分装在不同的木筏上，用油掺布3层包裹，一旦进水，立刻销毁。夏儿，主库房里最后50箱物资也搬空了，不过侯爷还在前厅骂着呢，咱们连他书房里的地板砖都撬下来装箱了。要是侯爷知道了……爹的演技很好，他的愤怒是我们最好的掩护。外面那些太子的走狗听到爹在发火，就会以为我们已经无计平施。狗太子想困死我们，做梦！老子今天就算把这双光胳膊废在暗河里，也要把这100万家底全运出去。哥，城外的秘密货案接应安排好了吗？放心，这暗河直通城外30里的废弃水局，我早就让铁血营的几个老兄弟在那边守着了。只要木筏一到，立刻那帮蠢货还在前门守着一座空宅子呢。很好，太子，你想要一座空宅子，我留给你，而这地下运走的将是埋葬你们整个皇权的钢铁帝国。把滑轮榻拆除，掩盖井口，告诉所有人，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当愤怒的父亲发现整侯府连1厘米1块金砖都没剩下的时候，才是真正摊牌，逼这位狱中老将彻底造反的时刻。朝堂险恶，既然太子敢越过皇上围困侯府，必然是有人进了谗言。作为大周的忠臣良将，老夫必须自证清白。老臣，拿我的对牌钥匙去主库房提10箱黄金，再把御赐的那尊白玉观音请出来。老夫要重金打点门外的卫队统领，哪怕散尽家财，也要让他把老夫的血书递进宫里，呈给皇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侯爷，库房里。空了，全空了，连地板砖都没了。进贼了！侯府进贼了！是谁干的？在太子的重重包围之下，谁能把老夫的家底搬得一干二净？是大小姐。爹，剑下留人！外面重兵围困，你却在家里做贼。若皇上怪罪下来，你让我拿什么证明沈家的清白？你的清白就是他们用来祭旗的最好借口。你还在指望皇上？你还在指望用钱买通卫队递血书？你的忠诚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块待宰的肥肉。你要证据？好，我给你证据。你口口声声说要向皇上自证清白，皇上现在还在御花园赏花听曲。从我们被围困到现在，宫里连个传话的太监都没出来过。你真以为皇上对这3000东宫卫队的调动知情吗？爹，赵哥哥回京的密旨根本就没有玉玺印，那是太子伪造的。大哥，你是领兵的大将，你仔细回想一下，兵部有给你下过调令吗？内阁有走过流程吗？那张盖着私印的黄笺，除了让你单枪匹马滚回京城送死之外，还有任何法定效力吗？不仅如此，首府的3万私兵昨日就已经完成了调动，他们没有去边疆，而是秘密驻扎在了京城外围的3个关键隘口。这叫什么？这叫瓮中捉鳖，这叫斩草除根。而就在今天，一封伪造您通敌叛国的信件已经送进了东宫，信上模仿了您的笔迹，印着镇北侯府的帅印，内容是您与北蛮暗通交卷，意图割让北境3州，换取王爷之位。你以为你清白就不怕查？爹，在封建王权的绞肉机里，他们不需要你真的造反。太子缺钱，首府缺兵权，他们只需要一个借口，就能名正言顺的抄没我们侯府3代积累的数百万家产，就能名正言顺的吞并大哥手里镇北30万大军。你若是现在出去喊冤，明天早朝那封通敌信件就会直接打在你的脸上，到时候铁证如山。皇上为了平息众怒，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算知道你是冤枉的，
也会毫不犹豫的拿你脑袋去祭席。百年忠烈，百年忠烈啊！到头来竟不如一条可以随时宰杀的肥羊。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掏空侯府，为什么要买那些违禁品了吗？刀已经落下来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等死，而是要在临死前把这盘棋彻底掀翻。爹，您以为的清白，在太子眼里就是一块待宰的肥肉。2天后早朝，铁证如山，皇帝为了平息众怒，只能杀我们。您若不反，沈家女眷去教坊司，难以凌迟。好一个飞鸟尽，良弓藏。夏儿，爹老了，沈家360口人的命全交到你手上，你说吧，我们怎么反？是你大哥趁夜杀进东宫，还是我拼死掩护你们杀他们？都不需要，京城有10万禁军，硬碰硬只会玉石俱焚。我们要走的是第3条路，让皇上亲自下旨，保住我们的命，把我们送出京城。这怎么可能？他都要抄家了，怎么可能放过我们？因为他贪，比起杀几个没有兵权的犯人，他更想要的是吞下沈家那富可敌国的隐藏宝藏。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份无法拒绝的金矿图，到时候死罪可免，流放南逃，而南荒就是我们的新帝国。在我们主动走进天牢之前，必须解决最后一个麻烦。哥，太子他的政治嗅觉很敏锐，最迟明天他就会下令全城戒严，并且落下护城河水门的千斤闸，而我们最后一批重兵器车床和顶级良种就会被堵在水门内。水门千斤闸，那可是用纯钢浇筑重达万斤的死闸，一旦落下，就算神仙来了也休想撼动番毫。人力撼动不了，那就用化学分子键断裂释放的能量来撼动。黑市买来的黑火药杂质太多，威力不够。这是我买来的高透硝石提取的硝酸钾，混合了提纯后的白糖，这叫白糖火药，或者叫硝糖炸药。这糖作为碳氢燃料，此爆导热，能在瞬间提供干氧聚燃，其爆炸所产生的气体膨胀速度和破坏力，是你们认知中普通黑火药的3倍以上。哥，今晚子时，我要你带着它潜入水门，把那道挡在我们工业大动脉上的千斤闸炸上天。太安静了，殿下，镇北侯府这2天毫无动静。沈老侯爷除了前几天在院子里砸东西骂娘之外，这2日竟然连门都不砸了。他们就像是认命了一样。认命？沈丽那头倔驴会认命？夜长梦多，不能再等了！传姑的命令，动用东宫特权，无需通报兵部，立刻提前下令9门戒严，告诉城防营，京城连一只鸽子都不准放出去，尤其是贯穿京城的水路，立刻让水门落下千斤闸，把整个京城给锁死。殿下，无端封锁9门和水路通道，恐怕会引起朝野非议啊！除了事故担着，去吧！是。大少爷，前方就是镇水门了，只要穿过那道拱桥，这批货就能进入江流，与海船汇合。怎么回事？水闸怎么会突然落下？是太子的手笔。大小姐，这可怎么办？最后一批重兵器车床和良种被堵在城内了，那些车床部件太重，没有水路，根本运不出去啊！夏儿，前面运出去的都是火药原料和布匹，没有这批重兵器车床。到了南荒，我们拿什么批量打造兵器？没有那些精选的良种，几万流民吃什么？太子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的直觉很准。但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直觉。哥，图纸你看过了，那道千斤闸的主体是纯钢，厚度达到半尺，想要破坏主体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机械传动装置都有它的物理弱点。千斤闸之所以能升降，靠的是顶部的巨型青铜齿轮绞盘。齿轮的咬合点就是整个系统最脆弱的应力集中区。目标：水门顶层绞盘室。任务：摧毁齿轮组，让千斤闸失去配重锁死，彻底坠入卡槽底部并碎裂。哥，今晚我要那座水门化为金粉。这帮孙子让憋屈了这么多天，今晚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哥，该你出手了。
挡我者死。哥，白糖化药的爆炸威力极大，也极敏锐，所以你必须在点燃引线后，用最快的速度跳进黄城河深水区。水流的密度能替你挡住绝大部分致命伤害。水门一开，大家一起冲过去！怎么回事？哪里打雷？还是天谴来了！殿下，不好了，镇水门被人用天雷炸塌了，城门大开，控制器被夷为平地，守门死士全军覆没，连那万斤重的纯钢千斤闸都被彻底砸断了！你说什么？这不可能！那可是千斤重的千斤闸，什么天雷能把它炸塌？他布下的天罗地网，竟然被一股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恐怖力量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爹，夏儿，水门碎了，铁血营的老伙计们已经带着咱们的家底顺江出城了。这些账册烧了。太子就查不到我们的资金流向。可后园那些御赐的名贵花木，还有你母亲挚爱的极品墨兰，太子若来抄家，定会被他们连盆端走发卖。难道就这么白白便宜了他们？留给他们？爹，你太小看我的焦土战术。哥。提水。这是沈家除了金银之外最隐蔽的一笔庞大资产。这是皇帝当年亲赐的名种，为了防止根系存活，我还在沸水中加入了高浓度的盐露，从物理到化学，实行了最彻底的植物学绝杀。太狠了！这不仅仅是毁灭痕迹，更是一种在心理上对敌人的绝对蔑视。夏儿，我们连地砖都撬了，现在连花草都烫死了。等明天天亮，这里就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废墟。这正是我们要的结局。太子和皇帝为了这顿大餐，
筹谋了这么久，等他们终于撕破脸皮，亮出屠刀，踹开我们侯府大门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满心欢喜准备享用的这块肥肉，却连一点残渣都没给他们留下。我要让他们在这座空荡荡的废墟里，感受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只有当他们的贪婪被彻底放空，我准备的那份绝密金矿图，才能成为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极致的毁灭，是为了最完美的重生。夏儿，咱们连书房的镇珍都装船运走了，几百万两的家底搬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偏偏要在主库房留下这10口纯金的箱子？光是这箱子的金壳子，加起来少说也有几万两黄金啊！这不是白白便宜了太子的那些贼狗吗？箱子里根本不是什么奇珍异宝，而是一块块极其粗糙、毫无价值的青石。箱体确实是纯金的，但这10口箱子加起来重达数千斤。你觉得抄家的禁军冲进来，看到这堆闪发光亮的绝世重宝，他们会怎么做？这还用问？带队抄家的肯定是太子的心腹，看到这种连封条都没贴的无主金箱，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支开手下，像饿狼一样扑上来去抬，甚至想私吞一部分。这东西是我提取的秘药，只要他们的皮肤接触到这些涂在金箱表面的液体，药效就会在10息之内通过毛孔渗入，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神，让他们在极度的亢奋中力竭而亡。谁来抢我的钱，谁就把命留下。太狠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抄家，而一场单方面对朝廷展开的降维打击。走吧，该去正厅了。再过2个时辰，早朝就要开始。臣内阁首辅赵渊有本要奏：臣参镇北侯沈烈暗通北蛮，意图割让北境3州，谋逆造反。赵爱卿，沈烈乃我大周开国侯爵，此等大罪，可有凭证？陛下请看，这是臣麾下暗探，拼死从北蛮密使身上截获的通敌信件。此印乃镇北侯府帅印，绝无伪造。信中沈烈承诺，只要北蛮出兵牵制禁军，事成之后，北境3州尽归北蛮。父皇，儿臣昨夜得到密报，沈家早已察觉事情败露，意图转移家产潜逃。儿臣迫于无奈，未及请旨，便连夜调动卫队将侯府封锁。谁知沈家竟然丧心病狂，炸毁京城水门！此等乱臣子，若不早除，大周江山社稷危矣！反了，简直是反了！朕待他沈家不薄，他竟敢将朕的江山拱手放人！传朕旨意，镇北侯沈烈通敌谋逆，即刻剥夺爵位兵权，满门抄斩，由太子亲自监斩。东宫卫队与御林军即刻前往侯府拿人，查抄沈家全部家产，冲入国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时间到了，如果不出意外，此时此刻抄家灭族的圣旨已经出了午门，正在向我们侯府赶来。圣旨到，镇北侯沈烈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北侯沈烈私通敌国，意图谋逆，罪无可恕，即刻剥夺爵位，满门抄斩，钦此。验了，一切都与之下的预言分秒不差。沈家百年忠诚，竟抵不过几张轻飘飘的伪造信件。走吧，我们去天牢里，把这场戏的最后一步走完。奉旨抄家，闲杂人等一律拿下，反抗者格杀勿论。上路！这是镇北侯府！东西呢？东西呢？沈家的几百万两家产呢？沈家全家人竟然已经自己换好了囚服。这哪里像是等待落网的囚徒？这气场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带路吧，别误了去天牢的时辰。反正这家人已经是死囚了，到了天牢里有的是手段拿捏他们。大人发财了！后院主库房里虽然空了，但正中拥摆着整整10口纯金打造的大箱子，上面连封条都没贴。纯金大箱子，你确定？千真万确，那箱子死沉的，里面肯定装满了稀世珍宝。沈家果然没来得及把最核心的宝贝转移走。这10口纯金箱子若是全交上去，大头归了太子，他连口汤都喝不上。传本官军令，主库房列为禁地，任何人不得靠近。等把这几个死囚押送天牢后，本官亲自带几个心腹兄弟去清点赃物。是。大周的天牢才是这场博弈的第2战场，而那些贪婪的权贵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致命诱惑。听说镇北侯牵扯谋逆，官家连夜派兵押往城牢。嘘，沿路都有禁军把守，说错话可是要惹祸上身的。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大人，咱们发财了！光是这10个金壳子就足够兄弟们挥霍10辈子了。您看这成色，纯度极高啊！里面装的肯定是沈家最值钱的极品珠宝。别他娘的废话了，赶紧打开看看！给他们滚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沈之夏那个贱人，他耍老子！他把所有的真金白银都转移了！进去吧，还当自己是侯爷呢？到了这阎王殿，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再敢动我爹一根手指，下场和他一样。好戏开场了。沈烈，你好大的胆子！孤的人已经查抄了你们整座侯府，除了一座空壳子和10口装满破石头的金箱子，连半两银子都没找到。说，沈家3代人积累的泼天财富，还有那些从黑市套现的几百万两黄金，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太子殿下，沈家世代忠良，两袖清风。你说的什么几百万两黄金，老臣听不懂。老匹夫，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给孤动刑，把烧红的烙铁安在他的胸口上。孤倒要看看，是你们沈家的骨头硬，还是孤的刑具硬？是。就凭这几块破铜烂铁，也想锁住你爷爷我啊！这会是人吗？哥，够了，别吓着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深夜到访，无非是想要钱。你要找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但那份绝密图纸，在我爹手里。绝密图纸？什么图纸？赵景小儿，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沈家历代镇守北境积累下来的就只有那些俗物吗？这是什么？这是大周立国以来最大的秘密。这是一份前朝遗留下来的绝密金矿图，只要找到这座金矿，里面的财富足以买下半个大周。只可惜，我沈家还没来得及取出这笔宝藏，就被你这奸人构陷。这半张图是我拼死从火盆里抢救出来的。金矿，足以买下半个大周的金矿。给我，把金矿图给孤，孤可以留你们全尸。你敢抢，我就把他彻底生吞下去。这世上只有老夫知道这半张图上画的具体方位，没有老夫脑子里的记忆，就算你拿到这半张废纸，也只能在大山里大海捞针。皇上驾到！这鱼儿到底还是咬钩了。皇上驾到！父皇，您怎么来了？赵景，你身为东宫储君，不顾朝堂法度，深夜私设公堂提审朝廷重犯，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儿臣只是想替父皇分忧，查清沈家贪墨的赃款去向。替朕分忧？我看你是想将那富可敌国的金矿全部收入你东宫的私囊吧？滚出去！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踏入天牢半步。
沈烈，你刚才说这半张图上记载着前朝遗留下来的绝密金矿，回陛下，正是。这图上画的地形为何如此险恶古怪？这金矿到底在何处？陛下，这金矿的位置就在大洲最南端，南荒瘴州10万大山的最深处，那里瘴气弥漫，毒虫遍地。没有老臣脑子里记下的另外半张地貌图引路，就算派10万大军进去，也是死路一条。南荒瘴州杀了沈烈，那这笔绝世宝藏就永远埋在地下。放了沈烈，通敌谋逆的圣旨已经下了，朝堂沸腾，绝无可能收回成令。沈烈，你纵横沙场半生，却晚节不保，犯下通敌大罪，本该凌迟处死，诛灭九族。但朕念在你沈家祖上为大周立下过汗马功劳，朕决定网开一面。死罪可免，活罪不逃。传朕旨意，查夺沈家一切爵位，全族剥夺户籍，即刻流放南荒瘴州。沈烈，你是个聪明人，到了南荒，替朕把那座金矿找出来。只要第一批黄金运回京城，朕不仅赦免你全家，还恢复你的爵位。若是找不到，老臣谢主隆恩。爹，哥，你们听到了吗？皇帝以为他掌控了全局，其实他只是我这盘大棋里最贪婪、最听话的一颗棋子。夏儿，你算得太准了，不用一兵一卒，就让皇上心甘情愿地保下我们的命，还倒贴了流放南荒的通行证。朝堂这边的流程走完了，接下来该去我们的新帝国了。不过在路上，太子绝不会让我们活着走到瘴州，真正的血战才刚刚开始。南荒的年降雨量远超中原，但土壤多为酸性红土，蓄水能力极差，所以我们到了瘴州之后，基建的第一步就是沿着这道落雁谷修筑阶梯式大坝，利用几十丈的高低落差，水流的重力智能将转化为极其恐怖的动能。这种水压智能不仅能解决10万亩3季道的灌溉问题，更关键的是，它能直接驱动我们的重型水利锻造锤。到时候我们不需要人力打铁，流水线就能日产上百把金刚陌刀。妙啊，简直是神乎其技！爹，你看夏儿画的这处闪谷，两边崖壁极其陡峭，中间只有一条窄路，简直就是天然的屠宰场。只要我们在崖顶布置好夏儿研发的白糖火药和滚木料石，再在谷底倒满猛火油，说当地的土匪军阀，就算是太子派10万禁军追杀过来，我也能一把火把他们全烤成焦炭。不错，风儿，这口袋阵扎得好，到时候老夫亲自率领300重甲步兵在谷口封堵退路，给你来个关门夺狗，保管他们连个报信的活口都跑不出去。屠宰场，老头，这镇北侯一家是不是受刺激太大，脑子坏掉了？那可是南荒瘴州啊，是大周朝最恐怖的死亡之地。历来被流放到那里的犯人，10个有9个会死在瘴气和毒虫之上。别人听说要去南荒，恨不得当场撞墙自尽。怎么这沈家人搞得像是去就藩登基、开疆拓土一样兴奋？镇北侯沈烈，全族流放之期已到，即刻带上枷锁，启程出京。爹，哥，图纸收进脑子里。南下流放的这3000里，我们就全当是替我们的新帝国拉练新兵了。张统领，你不是说这箱子里装满了稀世珍宝吗？怎么全是一堆破石头？你让咱家怎么回去向太子殿下交差？公公息怒，沈家那群贱命跑得急，把金银转移了，但这10个纯金箱体却是实打实的，光把这些赤金熔了，也有数万两之多，足够咱们兄弟和殿下分了。哼，还不赶紧把这些破石头搬出来，把金箱子砸扁了运走！珠子全是夜明珠，发财了，我发财了！张统领，你疯了吗？
金子，好多金子，都是咱家的。好痛！救命！我的眼睛！你说什么？殿下，死了，全死了！张统领和李公公他们碰了那几个金箱子之后，突然发了疯，然后就七窍流血，死状极惨。沈家、沈之夏，姑绝对不留你们！夏儿，怎么了？无事，只是掐算时辰。太子派去侯府抄家的那群爪牙，此刻应该已经身亡了。听闻了吗？前去侯府查抄的一行人尽数出事，无一幸免。沈家世代戍守北境，常年浴血沙场，想来是福泽深厚，先祖英灵庇佑，绝非旁人可以随意冒犯。看来，但凡敢觊觎沈家财物、冒犯沈家之人，皆会招致恶鬼附体。恶鬼护体，放他娘的狗屁！没有钱，1分钱都没有捞到，不仅没拿到钱，折了心腹。最要命的是，父皇竟然为了那虚无缥缈的金矿，放了沈烈一条活路。沈烈没死，沈烈竟然活着走出了京城。如果让沈烈活着到了南疆，如果他真的向父皇供出姑伪造信件的真相，姑这个太子也就当到头了。既然明面上的圣旨杀不了你们，那就用暗地里的刀。来人，属下在。去开姑的司库，提10万2部记名银票，去天机阁动用最高权限，给姑调50名最顶级的死士。殿下，天机阁最顶级的那是血弟子，一旦动用，那便不死不休。姑要的就是不死不休。传姑的死命令，派出50名大内最顶级的血滴子杀手，誓要在流放路上将沈家斩尽杀绝。遵命。夏儿，累不累？要不哥背你走一段？我不累。京城距离此处80里，重甲骑兵的急行军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0里，算上集结和准备的时间。哥，你多久没动真劲儿的了？自从北境撤兵回京，已经憋了整整1个月了。这几根破铁链子，磨得老子浑身难受。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而已。风儿，今晚就当是给你热身了。明白，爹。1000两黄金换3条罪臣的命，稳赚不赔。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只当是暴病身亡。都去打水做饭，吃饱了今晚好守夜。哥，放下。那是古代提纯技术不过端，导致3氧化二酸中含杂了硫化物杂质所特有的味道。夏儿，怎么了？这水不干净。有人下毒，老子去把那些狗杂种的脑袋拧下来！这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既然他们想玩，我就给他们变个戏吧。哥哥，你在竹筒的最底层铺上一层干净的抹布和粗碎石，然后中层铺满从河墙边挖来的细沙，最后在最上层将火堆里刚刚烧透还在方烫的木炭彻底碾碎，厚厚的压实了一夏儿，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水里可是有剧毒啊！你这么操作一下就能喝了？这种古代毒药的主要成分是类金属砷化物。烧透的木炭经过高温活化，本质就是简易活性炭。它在碳化和活化过程中，内部会形成极其庞大的微观孔性结构。你知道它的比表面积有多恐怖吗？SBF 超于1000米特方个，
一刻活宋炭内部的孔性表面积全部展开，比这座破庙的占地面积还要大。这种极强的范贝尔利物理吸附，再加上碳表面的化学结合效应，能将水中的生化物颗粒、悬浮杂质和部分溶解态毒素牢牢锁在炭孔里。这法子竟真的管用！怎么回事？那可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怎么还没发作？都足足半个时辰了，他们不仅没有七窍流血，反而面色红润，甚至还在谈笑风生。难不成他们真有邪术护体？沈家有恶鬼护体，碰了沈家东西的人全暴毙了。鬼，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阎王爷的亲戚啊！侯爷饶命，大小姐饶命！是小人有眼无珠，受了太子蛊惑，求恶鬼爷爷别索命！别磕了，留着点力气吧。太子花重金请的正餐已经到了。弟媳，全员警戒！救命啊！我不想死！大内血滴子，好大的手笔！哼哼，回去告诉太子，老夫的项上人头就在这里，有种的自己来拿！爹，跟这群没有感情的死士废什么话？老子正愁这一路憋得慌没处使劲，今天老子就赤手空拳把你们这群见不得光的杂碎全收拾了！杀！哥，闭眼。我的眼睛啊！一群只懂物理搏杀的死物。哥，爹，可以睁眼了。忍了7天，装了7天阶下囚，也该动真格了。今日新仇旧恨一起算！太他娘的痛快了！爹，您歇着，这些瞎了眼的货色，不够儿子一个人收拾的。给我死！就这点力气，也配叫大内顶级杀手？太子养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个，杂碎们，轮到你们了。那可是50名血滴子杀手，怎么会变成这样？
第一招，横扫千军，7天的憋屈就从你们身上讨回来。第二招，一冷修罗绊，力劈华山，仿佛一尊审判生死的远古魔神。太子派来的人，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爹，您看哥这身法，退步了没？哼，在天牢里关了几天，下盘有些虚浮，出手不够利落。不到半炷香，50名顶级杀手全数落幕。看戏的该出来收拾残局了。完了，这下彻底踢到铁板了。侯爷，大少爷，大小姐，小人们下了狗眼，小人们再也不敢了。从今往后，小人们这条命就是沈家的，求主子们收留，求主子们给条活路啊！收留你们，南荒不养闲人。从现在起，你们不再是官差，而是我沈家流放路上的随行仆虏。把这里的场面处理干净，若是留下半点痕迹，小人明白，小人这就去收拾，这就去。这只是热身，南荒的格局该由我来改写。半月后，大周腹地绝望岭，这哪里是流放，这简直是去南荒上任的钦差大员。快走！你们这群反贼，再敢装死，老子把你们直接踢下悬崖！荒山野岭，怎会另有球队？老赵！还敢瞪我！一群通敌叛国的垃圾！既然走不动了，本官今天就送你上路。是铁柱，是我北境的弟兄，那是曾经跟着我在北境冰原上死战3天3夜，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而丢掉左臂的亲卫营营长长赵铁柱。住手！侯爷！侯爷！侯爷，真的是您，侯爷啊！我们没有通敌，我们没有背叛大周啊！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沈烈，你现在也不过是个流放的囚犯，少在这里摆侯爷的架子。这300老兵被太子定罪，正被押往极北苦寒之地，这是太子的密令，谁敢违抗？太子！
南荒的基建正缺最核心的武装骨干。爹，既然太子觉得他们该死，那我们就把他们变成太子真正的噩梦。哥。造反！沈家要造反了！杀！把这些通敌的逆贼全给我杀了，一个不留！你敢！死！啊！这是什么怪力？别杀我！饶命啊！铁血营还不归位！铁血营营长赵天柱，愿为少将军赴死，愿为沈家赴死。第一支属于南荒的工业化铁血禁军，终于有了最完美的兵源。找不到啊，沈将军！要是被您刚才那一刀连同这狗官的腰带一起劈碎了。他们的身体早已经被连日的折磨和高烧掏空，若是强行用外力劈开枷锁，巨大的震荡力能瞬间震碎他们脆弱的颈椎。哥，把刀收起来吧，你那一套不适用于精细活儿。幸亏我提前利用简易的蒸馏和化学反应设备，制备了真正的大杀器——王水。老赵，别动。仅凭几滴水就化解了这死人枷锁，这简直是仙家法术。按这个量，把剩下的人都解开，小心点儿，滴在手上，你的骨头连渣都不会剩。侯爷，大小姐，兄弟们伤口溃烂发热，怕是走不到南荒了。你们走吧，别让大伙拖累了沈家。放屁！我沈烈的兵，就算死也得死在冲锋的路上，绝不能憋屈的病死。伤口发热是因为细菌感染，阎王爷今天休假，你们谁也死不了。这里面装的是我利用大周有限的条件，硬生生合成出的跨时代消炎神药——高纯度苏胺粉。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这就是能把人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神技。把所有的烈酒拿出来，给每个人清洗伤口、上药，把那些押解官差的衣服、铠甲全给我扒了，给老兵们换上。身体好多了。谢大小姐救命之恩，铁血护卫队愿誓死效忠大小姐。起来吧，换上铠甲，拿起兵器。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押解官，他们是负责拉车的畜生。你说什么？全军覆没？孤派出的50名顶级血滴子全死了？那绝望岭上的押解官差呢？也是全军覆没？回殿下，我们在孤山破庙找到了血滴子们的尸体，全都是一击毙命。而在绝望岭，押解官被一刀劈成了2半，300铁血营老兵和沈家父子全都不见了。快备马，我要进攻灭圣，调集禁军，沈家要造反，他们要在南荒拥兵自立。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50名大内最顶尖的血滴子去杀一个带着重甲的老头和2个小辈，竟然全军覆没，还白白把300铁血营老兵送到了沈烈的手里。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父皇息怒啊！沈家父子有如神助，不仅杀了血滴子，还结仇造反。他们逃入南荒，分明是想拥兵自立。父皇，儿臣恳请即刻调集10万禁军，倾巢而出，将南荒夷为平地，斩草除根啊！夷为平地，把南荒夷为平地，朕的绝密金矿你去挖。大军一动，不仅劳民伤财，金矿的秘密也必然走漏。到时候那些拥兵自重的边疆大吏，谁不眼红？传朕的密令，调集2万玄甲军，死死封锁住南荒对外的所有关隘。父皇的意思是困死他们。南荒大旱，水源断绝，他们为了活命，必然会拼命寻找那座金矿。
试图用金子贿赂关隘守将换取粮食，让他们挖。等他们把金子挖出来，朕不仅要接手金矿，还要把沈家人的脑袋全部挂在午门上。水，给我水！大小姐，方圆10里，属下带人探查过了，所有的地下水井全干了。谁说没有水？老赵，带人去把那座石山东南角第2道断层裂缝下方的泥土挖开，深度2尺。哥，把这个放进去。这里面是我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提纯后混合了金属粉末的高爆定向炸药。这地下有一条极其庞大的地下暗河，因为地壳运动被这层坚硬的火成岩彻底封死了。今天我们就强行炸开这南荒的地脉。所有人退后50步，卧倒！水，有水了！是水啊！神迹，这是神迹啊！爹，哥，老赵，过来一下。咱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位于南荒72股的交汇处，我叫它黑铁谷。这下面是整个大洲储量最大的富铁矿和无烟煤矿，而且伴生着极高品质的石灰石。这就是我选择南荒的真正原因，因为这里有工业革命的3大基石：水、煤、铁。从今天起，我们不建村落，不建土楼，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用钢筋水泥浇筑，连大洲100万金军都轰不开的钢铁战争堡垒。誓死追随大小姐，建钢铁堡垒。大小姐，有水固然能活命，但这南荒寸草不生。我们从押解官那里缴获的干粮，最多只够兄弟们吃3天。3天后，若没有粮食补充，兄弟们连拿铁锹的力气都没有。这堡垒，陛下有旨，从今日起，鬼门关彻底封死，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南荒。沈家父子武功再高又如何？在这绝地上，不出一虚，他们就得变成饿殍。等他们饿得在地上爬的时候，自然会捧着挖出来的金子来求老子赏他们一口骚水喝。哈哈哈哈！3天？不，我们的粮食吃3年也吃不完。王百户，带上你的人，把那2辆囚车的底座和车厢夹层全给我劈开。这是何物？这叫高产耐旱红薯与马铃薯种块。这种作物耐旱、耐贫瘠，哪怕是这南荒的沙地，只要有水，2个月就能成熟，而且亩产高达50担。大洲最好的水田，种最精良的稻谷亩产也不过区3、4担，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仅如此，这是我提存的高浓度硝酸肥料，只要撒进土里，作物的生长周期还能再缩短3成。老赵，挑选100名手脚麻利的兄弟，立刻开垦湖边的沙地，播种施肥。哥，你带领剩下的人去开采石灰石和煤炭。今晚我要点燃南荒的第1座土高炉。诺。赵将军神力，赵将军威武。粘土加上粉碎的石英砂，以3:1的比例混合，夯实内壁，这叫耐火砖层。高炉内部的温度将达到极其恐怖的1500摄氏度，普通的泥土瞬间就会被烧穿，必须严格按照我的比例调配。夏儿，这泥疙瘩真的能炼出铁来？爹，传统冶铁温度不够，且燃烧不充分，10天半个月才能出1炉下等生铁。而我这高炉利用鼓风机强制注入高压氧气，配合无烟煤，能瞬间达到1500度的高温。提亮，点火！老赵，开启铁口！遵命。
这么纯净的铁水，没有一丝杂质。天佑沈家，天佑大周啊！这恐怖的产铁速度，别说打造兵器，就算是给我们每人铸造一座纯铁的屋子，也用不了几个月。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含碳量极高的生铁，极其清脆，做不了兵器。哥，用你的锤子趁热打铁，把它里面的碳给我敲出来。好嘞。统领，快看，那火的天裂开了！那是什么鬼东西？南荒，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极品的钢，兄弟们加把劲儿！老天爷开眼，这死地里真长出活物了！大少爷，这钢板到底要打多薄啊？兄弟们的胳膊都快抡断了！少废话，霞儿说了，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哥，应该可以了，你用力板一下，完美的屈服强度与弹性形变。传统弓弩的弓臂用的是动物金角和木材，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极大，且动能有限。但我用的是高碳淬火钢板做动力源，钢板回弹赋予箭矢的出速度是传统弓弩的3倍以上，这意味着它拥有极其恐怖的动能和穿透力。老赵，把之前从押解官身上扒下来的明光铠挂到150步外的那棵枯树上。穿了，大小姐。而且它能连发，这样的弩我已经让你们打造出了100把。百户大人，这鬼地方连只鸟都没有，那沈家人怕是早就渴死在半路上了。统领非要我们来查什么红光，多半是南荒地下的沼气自燃罢了。闭嘴！陛下有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若是能找到沈烈那老匹夫挖出来的金子，咱们兄弟下半辈子就吃香的喝辣的了。继续往前搜。百户大人，您看前面。那是冶炼炉，他们在炼铁，这怎么可能？他们哪里来的水？哪里来的铁矿？不管他们搞什么鬼，沈家绝没有造反的资本。他们只有300个手无寸铁、半死不活的流放老兵。兄弟们，拔刀杀光他们，抢了他们的矿和水！一起！兄弟们，来活了！大周叛逆沈烈，受死！100步，射击！这不可能！留你一条狗命，滚回去告诉皇帝老儿，南荒现在是沈家的地盘，敢踏入黑铁谷半步者，